为什么说在美国被警察拦下的第一件事情是要先将双手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呢？而且千万不要试图翻找驾驶证或者将手揣进兜里，如果你这样干的话，那警察可能会立刻清空弹夹。但是这个司机就很牛逼，因为他的手里正攥着警徽，可巡警面对一个比他大几级的警探却丝毫不给面子，还扬言说我拦的就是你。原来他刚刚接到匿名报警电话，称这辆车的后备箱藏有毒品。雷哥都快被他逗笑了呀，虽然嘴里抱怨着巡警在无理取闹，但身为警探的雷哥还是十分配合地打开了后备箱。可这一开不要紧，表面看上去只有一个杂货箱子，但箱子后面的东西却让两个人都傻了眼。雷哥瞬间无语了，这他妈的明显是有人栽赃陷害啊！而且这次想不在警局出名都难了。一进到局子，同事们的眼神齐刷刷的全都投向了他，就连上司也蒙圈了。 What's going on? Damned if I know. 上司大致了解了情况以后，从巡警的手中接过了雷哥的警徽和配枪，随后内务部就介入了调查。可偏偏负责人麦克是雷哥的死对头。好家伙，那小问题给你问的，比如雷哥信用卡为什么欠了5万多块，最近一直在为加班的事情烦恼，是因为缺钱吗？反正说到底，麦克就是怀疑他。雷哥毕竟是让人抓住了小辫子，他即便是长了8张嘴也解释不清呀。直到他的工会律师出现，雷哥这才算松了一口大气。接下来他被限制了活动区域，可才回到家抱上老婆求安慰，一回头麦克这老小子竟然正坐在家里等他。你他们是不是没完没了了呀？原来麦克过来纯是为了收枪的。档案上显示雷哥家里有一把左轮手枪，可雷哥明明将配枪藏在了一个十分隐蔽的密码箱里，但现在竟然不翼而飞了。雷哥的第一反应就是被陷害他藏毒的那个人给偷走了。随后同事们将家中从里到外都做了取证，像什么指纹纤维啊都没有发现任何线索。看来这个偷枪贼很有一套啊。雷哥为了自证清白，他开始在家里回忆之前抓过的罪犯，搭档小兰则在警局协助他调取档案。但雷哥抓过的人没有1000也有800，这样查下去似乎很多人都有报复他的动机啊。那是不是调查的方向不对呢？这时雷哥突然发现窗外有人正在偷窥，眼下没有了配枪，只能暂时用球棍防身。可追出去一看，好像有些多余了。原来是邻居键盘侠在遛狗，他听说雷哥家里遭了贼，所以就好奇心爆棚的过来趴窗户，真服了你这个老六了。但意外的是，键盘侠竟然提供了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他说雷哥出事那晚房外停了一辆警车，就是雷哥经常开回家没有挂警灯和标识的那种车。可那晚他明明没在家呀，难不成陷害自己的是个警察吗？雷哥首先怀疑起了搭档小兰，因为两人才相处不到1个月，本想当面问清楚，却突然看到麦克和小兰走到了一起，两个人有说有笑的，这不禁让雷哥对小兰的身份产生了怀疑。随后他被雷哥叫上了车，因为小兰之前就是从内务部调到刑警队的。要知道内务部可是经常会派一些人卧底到警察队伍当中，表面上是揭发取证打击贪污，可也有些人会借此机会公报私仇。但小兰与他无冤无仇，怎么想也不可能是他呀。于是两人同时怀疑起了麦克。这时雷哥的脑袋里又突然冒出了一名嫌疑人，因为雷哥出事前正在调查一名涉案接赌人员，本来第2天就要申请搜查令抓人了，结果前一天晚上就出了事，极有可能是麦克听到了风声。通常接赌人的手上都会有一本黑账，也许麦克和他有关系也说不定啊。可小兰带人上门搜查时，接赌人已经被人给做掉了，而且看样子是刚刚被灭口没多久。凶手应该是冲着保险箱里面的东西来的，但箱子打开后里面并没有发现黑账本，难道凶手已经得逞了吗？随后小兰将麦克邀请到了审讯室，但屋里等待他的却是雷哥。小兰很识趣的退出了房间，接着雷哥拿出了一本黑账，原来这玩意儿并没有藏在保险柜，小兰是在地板下的一处暗格里找到的，上面记录了麦克赌博输掉的每一分钱，金额居然高达100多万，这可比雷哥透支的5万块多出了20几倍啊！难怪他不惜栽赃陷害也要阻止雷哥调查，又丧心病狂的为了本黑账杀人灭口，以为自己是内务部队长就能只手遮天了。可别忘了你的头上还有上司呢。眼下麦克已经无计可施了，最后只能无力的说了句我要见律师，估计他的下半辈子只能在监狱里度过了吧。总算解决掉了麦克这个麻烦。雨过天晴之后，小兰也接到了调令，她要回到内务部接替麦克队长的位置。鬼知道内务部还有没有像麦克一样的败类呢？关注巨石，明天接着讲。